原来这时我就从未有过一个被我所珍视的家人珍惜相待过。我还活着，这不是6年前我被师父带到木仙山学医的那年。6年前木仙山一别，沈家，我回来了。6年时间，我不但查明当年我与沈莲调包的真相，还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如今学成归来，也是时候报仇了。父亲、母亲、祖母、大哥，不孝婉儿回来了。哎呀，婉儿，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你怎么跪下了？快起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大哥，大哥替你报仇。没有人欺负我，只是恐怕婉儿要让大家失望了。你先别跪了，快起来啊！起来！我在回神府时，路过了母亲生我时被困的安离村，救了一名女子，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相貌与母亲极为相似，还带着一枚与我一模一样的平安锁。婉儿心存疑虑，就多方查证，结果发现婉儿不是沈家的孩子，她才是沈家的嫡长女。别看我，别看我！这事我主动把沈莲带回来，拆穿自己假千金的身份，沈家人还会把丑陋的沈莲捧在手心。老爷，他脸上那东西。当年你怀上最后一胎的时候，整个家族乃至皇后娘娘都盼着是个女胎，确保可以将凤后之位从我们沈家延续下去。可这孩子长成这副模样，我怎敢拿去给皇后娘娘交差呀？所以他真的是我的孩子。那沈婉，他比咱们的孩子早出生3天，我看这孩子相貌极佳，又一脸福气，这样的长相才应该是我们沈家的孩子，我便将他要了回来。可他毕竟是我的孩子，你总不能再把他赶出沈家吧？夫人呐，别哭了。若真想要咱的孩子，便在半月后的成人礼上对外宣称这孩子与婉儿是双生姊妹，因年幼体弱，留在庄子上养着，如今到了成人年龄，回京一心。至于沈婉，必然是我们沈家的女儿，未来的皇后。太子到，见过太子殿下。免礼吧。婉儿妹妹，这只9齿凤钗是母后托孤亲自送到你手上，母后说了，要召你父母入宫，商讨你与姑的亲事。亲事？前世墨君里对沈莲也是一见钟情，可现在沈莲脸上的胎记还未曾消除，不知道墨君里看到那胎记可会后悔，沈家人可会同意沈莲成为太子。太子殿下，这位才是婉儿。但姑倒是觉得她的样貌眉眼反而更像沈夫人呢。这是婉儿的双生姊妹莲儿。莲儿在出生时身子骨太过娇弱，无法长途跋涉，所以我们回京便留在附近的一个庄子上养着。这10几年来，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吃药，我身体健康的很。父亲的意思是说，妹妹已经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如今身体康健，恢复如常人，无需再用汤药。莲儿妹妹还是需要多养些时日。这女子本就是娇花，疏忽不得。太子殿下，长女沈婉在外学医6年，复读45经，精通药理和医术。
习得世家礼仪，上马能骑射，下马能执笔。莲儿在村子上养着，不受礼教约束，行为粗鄙不堪。哎呀呀，沈大人，姑知道你这手心手背它都是肉，可你这偏袒长女，未免也太过了吧？姑就是喜欢莲儿妹妹这种不拘礼节、自由率真的性子。拿来。太子殿下，不是臣偏袒长女，实在是莲儿粗鄙不堪，婉儿更适合当太子妃呀。太子妃人选，什么时候轮到沈大人做主了？竟然是郑国公府的谢小公爷，他竟然也来了。随你笑容流淌，情若如霜，是万里颠沛不曾忘。花开了，是远离。参见太子殿下。谢玉锦，你来晚了，待会儿可得自罚3杯。应该的。太子殿下，观梅亭可看戏曲，到观梅亭去坐吧。好啊。啊，请。前世我在及笄后不久，他便被派去怀州府查海盗一案，办案过程中遭到了同僚暗算，身受重伤。只要能让谢玉锦避开怀州府的风险，就能改变他和谢家的命运。姐姐，我有话想跟你说，我们去那边聊聊吧。姐姐，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啊？我凭什么要让给你？姐姐看不出来吗？太子殿下把九尾凤钗给了我，还处处维护我，可见太子殿下喜欢的人是我。姐姐，你又何必自寻苦楚？你就这么想当太子妃啊？我知道所有人都不喜欢我，可是姐姐，你就算不当太子妃，你也可以嫁一个家世顶好的男子。小公爷，好久不见。方才我就瞧见场上那么多男子都喜欢你，就连那个谢小公爷也在看你，可我只有太子殿下。你觉得太子殿下如果看到你面纱下的这张脸，不，太子殿下不是这么肤浅的人。是吗？那你猜爹爹当时为什么把你扔了？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不是这样的。会招东西，你为何推婉儿下水？她可是未来的太子妃。老夫人，二小姐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大小姐，说起引来的世家公子哥们都对大小姐有爱慕之情，还说太子殿下不喜欢大小姐，让大小姐把太子殿下还给他。大小姐不同意，就被推下水。要不是谢小公爷，大小姐现在就……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放什么狗屁？这算哪门子羞辱？太子殿下喜欢的是我，我才是沈家嫡女，我才是未来的太子妃。这就是你执意要留下的野蛮粗鄙的沈家嫡女？你想让沈家都毁在这个混账手里吗？我什么样子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沈婉从小教养长大，我却流落在外，我如今这副模样全都是拜你们所赐。把她给我放出府，就当我们沈家没有这个女儿。滚！给我拖出去！放开我！不行，我不走！散开！奶奶，我可是您的继子。哥哥，你不能，我是你亲妹妹，你不能，我不走。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女沈莲品貌出众，秉性端淑，赐婚太子为太子妃，择良辰完婚，钦此。看见没？我才是真正的太子妃，是我。你们谁要是敢欺负我，小心我收拾你们。接旨。谢谢啊。恭喜沈大人双喜临门，还有一旨，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沈家嫡长女沈婉，温婉端庄，博学多才，
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英勇善战，仪表堂堂，自指婚2人，钦此。谢主隆恩。老爷，我去找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沈莲实在是上不得台面，不能当殿下的太子妃。哎呀，姑就是喜欢她，就要让沈莲当太子妃。沈莲是姑选的，姑自会亲自调教，绝对不会让沈大人失望的。大人请回吧。哦，太子殿下既然选择了她，那日后殿下可莫要后悔呀。太子已定下你妹妹为太子妃，陛下也已赐婚，你和谢慈的婚约也已定下。太子不是喜欢沈莲吗？那我就直接把沈莲送到太子面前，我倒要看看，面对如此丑陋的沈莲，太子是否会做噩梦。弟弟，太好了，这是大喜事啊！只要是沈家的女儿，殿下选谁都是一样的，这是好事儿啊！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怎能拿来跟你比较？祖母，要不是我，妹妹也不会流落民间。是我占了妹妹的身份和地位，礼仪和规矩呢，都是可以教的嘛。至于妹妹的另一处缺陷，我之前曾经在木仙山的古籍上看到过，有一种药膜可以盖住妹妹脸上的胎记。那可否去掉或者淡化胎记？爹爹，那我明日就去一趟木仙山，我去找一下那本古籍还在不在，顺便问问师傅，看看有没有法子可以治好妹妹脸上的胎记。木仙山和怀州府相邻，正好可以提醒谢玉姐。让你大哥带莲儿去木仙山就行，你身子没好全。对，明日你就陪你娘去普化寺祈福吧。一切全凭父亲安排。还真是只老狐狸，这是怕我对沈莲下手。可惜沈莲这一趟注定没有那么顺利。外祖母，外祖母！哎呦，臣妇参见太子殿下。外祖母无需多礼。太子怎么大清早的出宫来？外祖母，母后想见莲儿表妹。姑知道莲儿表妹是第一次入京，所以特意来出宫接她。那丑东西一旦进宫，岂不是完了？哎呦，真是不巧啊！你莲儿妹妹昨夜突发旧疾，便让程潇送去木仙山寻婉儿师傅了。不如臣妇先让婉儿入宫，给皇后娘娘请安。外祖母，你就不该瞒着此事，把莲儿表妹送出京城。姑这就带着太医去木仙山接她回来。太子，太子！哎呀，这怎么办呀？太子殿下，押回上京的江家嫡幼子逃走了。王德全第一时间向奴才禀报此事，但是皇城寺的谢慈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这江林怎么逃了。御林军中有奸细，把江林放了。不过江林中了一箭，他肯定跑不了多远。你立刻去木仙山把沈二小姐给我接回来，我亲自去抓江林。是。娘亲，这些官兵好像是在找什么人。叛贼之子江林回京途中逃了，这些御林军正在搜查他的下落。妹妹不怕，有二哥在，我会出手。明明是太子引热御林军，给江家安了一个投敌叛国的罪名，想要灭江氏满门。下一个针对的便是手握10万兵权的谢家。太子要找的那个人，得想办法保下来。陈峰，你带妹妹去扶持祈福，我去找胡静大师解签。婉儿，不要离开你二哥。这大凶之兆，不能让婉儿他们看出端倪。沈二公子，太子殿下找你。二哥，太子找你定有要事，快去吧。
我偷完铜板就去找你。这里进了贼人，二哥不能让你一个人走。二哥，那我现在就回去找娘，你去早点抓到那贼人，也好还普华寺一片宁静。嗯，那我先走了。你确定此人逃进寺内？确定，但今天是15，来寺上香的香客比较多，不免有上京城的世家妇人。太子殿下不想得罪世家，所以需要沈二公子领禁军速出上京。走。谢小公爷，我是来救人的。江公子现在面色暗黑，口唇污紫，射中胸口的箭沾了剧毒，而且伤了心脉，必须立刻救治。我是李仙一的徒弟，医术不比太医院的太医差，而且我手中有解药，外面都是太子的人，你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把江公子转移出去。现在只有我能救他。你是太子派来的？是。沈谢两家本就是对立，你还是太子派来的，不怕我杀了你？怕呀！他快不行了，你要杀便杀，不杀别妨碍我救人。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人，我若说不是，你定然不信；我若说是，你肯定很好奇外面怎么没有御林军的人。他在当着我的面试毒给我看，他为什么要救江陵？江老侯爷是我跟我师父的救命恩人，以前我在木仙山跟我师父学医，后来随着我师父去南疆历练，在下山的时候遇到了悍匪。江老侯爷收到消息之后，即使身负重伤，依然带着1万大军赶来，将我和我师父救出了匪窝。所以，你救治江陵，就是为了报答江老佛爷的恩情？也不全是。黑风岭一战之后，我跟我师父就成了江家军的军医。我看过了尸骨成山，血肉成河，纵然如此，江家军从来都没有说过退缩，但是如今却被安上了投敌叛国的罪名。我只怕是……来人，快点快点！把门给孤撞开。是。这个沈婉当真有心机，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追到了普华寺。太子殿下，这字是你写的？太子表哥，婉儿的字是不是很好看？你跟我好好说话。方才孤看见谢玉锦往藏经阁的方向走了，你可曾看到他？看到了。
太子可是在找谢小公爷？大小姐，您是说你已经见到了谢小公爷？对，就是在来藏经阁的路上，我看到他带着一个人，穿着黑色的衣服。那他身边那个人，是不是长这个样子？你最好跟我如实说来。此人犯了重罪，如有包庇，视为同党。臣女没有看清楚，臣女看到谢小公爷带着一个剃了度、穿着僧侣衣服的人。臣女本想上前去打招呼，但是谢小公爷看到臣女之后，却挡住那人的脸，往斋房的方向去了。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沈莲这么快就被接回来了？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安排在一处安静的禅房，奴才这就引殿下过去。可请了太医，奴才带去的罗太医说，沈二小姐并无疾病，身体比奴才的还要健康呢。沈婉，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敢说不是你从中做局，让你大哥送走莲儿的？吾最后一次警告你，休想动莲儿！太子殿下就真的这么喜欢臣女的妹妹？我不喜欢满心算计的女人。你纵使有嫦娥的姿态，可你却有着一颗蛇毒心肠。我看在母后和沈家的面子上，我不动你。但日后你要再敢欺负莲儿，我一定让你滚出京城！哼！哎呀，这手心怎么染了红墨？太子殿下，莲儿表妹已经是姑的准太子妃，你们怎么能偏袒沈婉，把她送出上京？啊，不是这样的，太子殿下，微臣只是想……你不必解释。今日一早，姑就去了沈府，母后想见莲儿。日后，莲儿表妹会留在宫中学习规矩。傲雪红梅，冰墨如画。莲儿妹妹，你受苦了。太子殿下，莲儿旧疾发作，怕将病气过给殿下。莲儿，你不用再给姑装了。难道太子殿下发现我脸上的胎记了？哎，太子殿下，莲儿不是故意的，我没有。莲儿，你莫要怕姑，我也不怕你这病气。姑只是怪你不该和家里合起伙来，骗姑说你旧病复发呀，害得姑整夜为你担心。姑既然坚定地选择了你，就不会因为你的疾病而嫌弃你。日后你也莫要委屈了自己。原来太子殿下并没有发现我脸上的胎记，吓死我了。母后要见你，所以姑今天亲自接你入宫，到宫中学习些规矩。日后你我成亲之时，再送你回沈家出嫁。哎，莲儿，若是被留在宫中学习规矩，脸上的胎记肯定会被识破，不能就这样入宫。太子殿下，我想先见大姐姐。娘，我不是让你不要离开你二哥吗？怎么自己一个人？护华寺官兵越来越多，很危险啊！二哥被太子给换去了，我回来找娘，发现娘不在，恰好路过藏经阁，我就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娘，大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是姑派人把她接回来的。太子疯了吗？好好的把这个臭东西接回来干什么？臣妇参见太子殿下。
莲儿表妹有话同你说，你们二人去聊一聊吧。莲儿，莫怕，姑在这里等你，你过去吧。大姐姐，我有话想跟你说，我们去那边聊聊吧。好啊，你就在此处等我。彼岸两生花，画一佛一魔，手持万魂布，落笔满门窟。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姐姐，太子殿下邀请我入宫了。恭喜妹妹。姐姐，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妹妹可别哭啊，免得哭花了妆容，吓到了太子殿下。我听大哥说，大姐姐可以制作一种药膜，贴于面部就可以掩去任何疤痕。姐姐可否帮我制作这种药膜？到时候进宫被人发现我脸上的胎记，全家就会被按上欺君的罪名，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啊！不行。为何不行？若是没有爹爹和娘亲的允许，我是断然不敢轻易用这药膜的。这药膜用多了，容易绝嗣。不是短期内使用就无大碍吗？姐姐，你一定要帮帮妹妹，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能失去他。姐姐，求求你了。莲儿，你求他做什么？太子殿下，皇城司今日接到密报，说普华寺有一名大辽系族，他常年穿着僧服游走于这普华寺，可没想到今日蒋副将跟微臣抢人。太子如此大动干戈，不会是为了他吧？带上来！雄心豹子胆，敢压老子！放开！谢玉锦，你绑架副将做什么？放开！微臣怀疑他跟戏子是同党。谢玉锦，放开老子！老子要扒了你的皮！看样子谢玉锦知道江临朝了。蒋新贵是孤派到普华寺捉拿重刑犯人，把他给我放了。微臣会向皇上禀明，若这名副将是无辜的，微臣定登门道歉。带下去。娘，沈夫人，可否让我在此地跟沈大小姐聊几句？我今日出门之时，父母将祖传之宝交给我，让我亲自交给沈大小姐。太子殿下，沈二小姐，可否让我单独跟沈大小姐聊几句？谢玉锦，你可莫要被这女人的外貌迷惑了心智，小心牡丹花有毒。君子之交不出恶声，多谢太子提醒。小公爷，多谢。小公爷，多谢。听闻你还擅长剑术，我家老爷子知道你的本事后，专门让我把此弓交给你。你不喜欢？这弓太沉，太贵重，小公爷可否换一件？这个是我的定情信物。嘿，此乃谢家商行令牌，你可以拿此令牌去谢家商铺看看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小公爷，这是打算拿整个家当来聘娶我吗？你别说，还真被你猜中了。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了，就当做是救治江公子的枕藉。
怀州府盗匪横行，杀人放火好时机，望君保重。蒋新贵手里的东西，若是被谢玉锦问出来，不仅对沈家，对太子殿下都不利。今日父皇为怀州府海盗一案之事困扰了许久，孤回宫后，我就借怀州府海盗一案，把谢玉锦给提前支走。你提前在怀州府布局，让谢玉锦有去无回，到时姑让你接替黄承思。谢太子殿下。冰肌玉骨，浑然天成。娘亲，你看，妹妹如今的脸，你可还满意？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婉儿，你的医术果然了得，太像了，夫人。二小姐具备了夫人的美貌，和夫人呐，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我这样可以入宫了吗？我陪你一块入宫见皇后娘娘。沈夫人，太子殿下要启程回宫了。李公公，我们已经收拾好了，可以启程了。太子殿下说二小姐坐太子殿下的马车回去，殿下骑马，我是来接二小姐回去的。你莫怕，有我陪着你。等上了马车以后，我会告诉你注意些什么，你按照我说的做，绝对不会出差池。婉儿，过2日你也得入宫谢恩，你先回府，娘回头陪你一起入宫。管姑姑来了。不知管姑姑是来，皇后娘娘说，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不如叫沈大小姐一块入宫。皇后娘娘已经叫御厨准备好了晚膳。晚膳，皇宫的晚膳一定很好吃。臣妇参见皇后娘娘，给皇后娘娘请安。请安。婉儿，许久未见你了，快到姑母身边来。是。免礼吧。谢皇后娘娘。这位莫非就是沈府的二小姐？皇后姑母，这位的确就是臣女的妹妹莲儿。是我。起来吧。皇后娘娘让你起来，还不赶紧谢恩起来？谢谢皇后娘娘。沈莲你。对不起啊，我腿跪麻了，跪的实在太久了，对不起啊。看来沈二小姐的规矩得好好教一教了。我学，我肯定好好学，等我学好以后，我给你看。沈二小姐，在皇后娘娘面前，你要自称臣女，给皇后娘娘回话时，你要先说回皇后娘娘，再答话，绝不可在殿前自称你我。向皇后娘娘请安时，双手在襟前交叠合拜，头微低，上身略弯，双膝微微下屈，双肩平衡于一条线上，切不可歪歪倒倒，四处乱晃。沈二小姐，请向皇后娘娘行万福礼。皇后娘娘，万福。够了！皇后娘娘息怒，都是臣妇担心她自幼体弱多病，也未曾对她报以重任，想着让她过得舒服自在些。出宫以后，臣妇定让她按照皇后娘娘的标准严加教导。我一定学。皇后姑母，婉儿当年学宫规礼仪的时候，也是学了3个月，咱们管姑姑才满意。莲儿妹妹刚接回不足1个月，
相信有管姑姑教导，以后莲儿妹妹一定会飞速成长。皇后姑母，人非圣贤，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通天的本领，是不是？起来吧。谢皇后娘娘。这只步摇比太子送给我的那一只九尾凤钗还要气派，凭什么给沈婉？我才是未来太子妃。婉儿及笄时，本宫少备了一份及笄礼，这次给你补上。谢皇后姑母。好了，本宫罚了，管姑姑送沈夫人离宫吧。哎，皇后娘娘，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吃晚膳吗？咱们什么时候去啊？吃，就知道吃，你个吃货！娘，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你为什么还要打我？你，这能怪我吗？我殿前事宜，我不知礼数，我粗鄙无礼，这些能怪我吗？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说，这一切都是你们造成的，是你们让我从小在外面流落这么多年，现在才把我接回沈家。我这么多年跟着我的养父走街串巷，行走卖唱，而他沈婉呢，却享受着沈府的礼教。我若能得到像大姐姐一样的好生活，我也能成为一个行走端庄、知礼懂礼、让皇后娘娘喜欢的世家贵女。你就算了按照婉儿的要求来对你，你也成不了像婉儿那样的人。你又没有这样做，你怎么知道我成不了这样的人？太子殿下能看上我，为何没有看上大姐姐？沈莲，人贵在自知之明。若太子知道你脸上的东西，他会喜欢你吗？娘，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姐姐医术不是很好吗？她一定可以治好我的脸的。娘，就给你一次机会，从明日开始，你的一切用度都按照你大姐姐的来。你大姐姐以前学礼时，几时晨醒，几时休息，白日里都在做什么，上什么课，样样都按照她的来。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3个月后学成生，学不成就别怪我狠心。奴婢刚才看夫人脸色黑得跟关公似的，是不是二小姐在宫里闯祸了？这才只是个开始。莫君里那么喜欢沈莲，沈家的人还是会竭尽全力培养沈莲。可沈莲资质太差，前世在我的言传身教下，沈莲才慢慢开窍，慢慢在贵女圈立足。这一世没有我的帮扶，我倒要看看沈莲能走多远。谢玉锦要出发去怀州府了吗？我给的纸条，也不知他看了没。大小姐，你有没有撞到？我没事。怎么回事？大小姐，那失控了！绳子给我！我门外有处断崖，若控制不住马车，我们都会死。不晚了。哥。借你万回宫一用。我开始帮忙。是。还说你拿不动弓，真是个小骗子。多谢你的万魂弓。早就听闻沈大小姐骑射精湛，谢某佩服。这把弓很适合你。这把弓不适合我，你拿回去。我给你留的字条，你看到了吗？沈大小姐是不是记错了？哪有什么字条？他想试探我。太子与沈家长子沈承霄已经在怀州府设下陷阱，只等着你带着皇城司的人过去后，他们好设套杀你。江老爷子对你有恩，又不是我家老爷子对你有恩，所以你为什么救我？慕仙山学的是医，也修道，无君子则道不举。我师父也说过，莫大山河如果只剩下小人，朝纲则乱，奸佞横行，百姓民不聊生。沈家的人不值得你信，我是沈家嫡女，你信不过我的话，多留着一个心眼，多提防身边的人，总没有坏处，不是吗？
我信。多谢你给江陵的药，他醒了之后告诉我多年前的事情。江老爷子是你的救命恩人，而你是整个江家的救命恩人。你给江家的黑风岭分部图挽救了一城百姓。这是江陵给你的信。你的兄长手握整个江家的生计，还有他长嫂的性命，他希望你帮忙救他的长嫂。他的长嫂已有3月身孕，是整个江家的希望。有人来了，我该启程了。再见，沈婉。是我的救赎，别哭。大师姐，终于有任务了。这次你要我们做什么？若上京城，在东西南北城门处制造暴乱。哇，天子脚下，不愧是大师姐。我要的暴乱，不是普通的暴乱，而是以万民为旗，揭露恶人奸行，让朝廷无法收拾，请动御林军入城。到时你再带一波手脚利索的人入御林军，救江家妇孺。北门有一处有沈家的马车，到时直击先犯。怎么这么多人？不好了，家主，是谁伤了你？北城城门乱鸣暴动，大小姐所乘坐的马车因马失控冲出北城门，不知所踪。二小姐的那辆马车也被乱鸣推翻，不知所踪。速派人寻回夫人和2位小姐。是。沈大人，灵儿回府了吗？太子殿下，微臣失职，今日内子带着2女至今未归，微臣正要入宫向太子殿下要御林军来用，希望殿下出兵救内子和2位女儿。您马上去派人平息暴乱，救回沈夫人和2位小姐。可是殿下，今天晚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给我闭嘴！沈莲是姑的未婚妻，那是未来的太子妃，给姑不惜一切代价，完好无损的给我救回来。让我进去！让我们进去！放开我们！主公，是你，你神的徒弟，还坏丫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随我来。哎，江陵还活着，江陵也希望你们也都好好活下去。我派我的人去找江大少奶奶，你们先跟我的人去木仙山。不用了，沈丫头，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想用我们的方式为江家儿郎伸冤。你们是想以死明志？你们要状告谁？我们要状告太子。哼，你们现在就是蚍蜉撼树。江家落到今日这个地步，你们以为上面的人不知道是太子？江家在南疆势力盘根错节，功高盖主。这些年，有人说南疆已是江家领土，拥有坚定在潮州，煽风点火。那么大的勋爵大家族，为何能在一夕之间全部倾塌？那些人都等不及把江家人带回上京重审，就在江家烧杀抢掠。这件事情影响太大，江家人口众多，子明氏将视为战神，上面的人想快刀斩乱麻，避免节外生枝。你们这样进去，半路上就会被太子的人劫杀，根本讨回不到一点公道。那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们要报仇，我们江家儿郎死的冤，这天道不公，老天爷不睁眼呐！只有好好活着，才能替死去的人报仇。我们听沈小姐的安排，只要能报仇，我们讨山火海都不怕。江家妇孺们就辛苦你安排人照看。大师姐，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如今北城城门外是谁在带御林军？太子和沈二公子沈晨风，派几个人潜伏在暴乱的乱民中，趁机把沈二公子拉下马，我要他一双腿。救命！夫人，吁，灵儿，来人！灵儿，灵
莲儿，别怕，姑来了。姑以后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太子殿下，真的太可怕了！二小姐，快叫人救救夫人！夫人刚才被你惨伤了。太子殿下，方才马车翻了，姑知道，不是你的错。姑这就叫你二哥过来救你母亲。我的腿！陈峰，夫人，太医说二公子一双大腿被马蹄踩至血肉模糊，而且血一直止不住，已陷入深度昏迷。若想保住性命，就必须得截肢。那还愣着干什么？当然是保住二哥的命要紧，快去叫太医截肢啊！保住二公子的性命，若实在治不好，那就截肢吧。不可！太子殿下，求你多派些人手，让城外的御林军把昭宁找回来。他是令神医的徒弟，他一定能保住陈峰的腿，求你了。那若是大姐姐保不住呢？现在二哥只是失去一双腿就能保住性命，若是因为等大姐姐丢了性命，得不偿失啊！母亲，你闭嘴！放肆！夫人，我已派沈清去寻找婉儿，陈峰的腿一定可以保住。大小姐，大小姐，为何要弄伤自己啊？何有？安陵村人士，原姓顾，名景安，是安陵村一对哑巴夫妻的长子。15岁那年，突然离开安陵村，以何勇的身份进入沈家，费了好大功夫，才成为我这辆马车的车夫。马车已经修好了，奴才送大小姐回家。大哥，我在6年前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嫡长女，我去安陵村看过我们的爹娘。你放心，我不会忘记家仇，也绝不会贪恋沈府的荣华富贵。大哥，你可认信我？那我可以叫你叶宁吗？当然可以。接下来我与兄长并肩同行。大哥，沈府的人来接我们，你很快就能知道。我要为二哥报仇了。驾！驾！大小姐，二公子身受重伤，面临截肢的风险。家主让属下找到大小姐后，速带大小姐回家。沈大人，不能再等了。沈二公子的脉象几乎寻不到生机，即便现在截肢，下官等人也不能保证沈公子能踏出鬼门关啊！沈大人，请快做决断吧。爹爹，你想二哥死吗？大姐姐马车失控，我听太子殿下说，北城城门不远处就有处断崖，还不知大姐姐的马车会不会直接冲下悬崖呢？你闭嘴！沈夫人，请你端正你的态度，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准太子妃。娘，我也是为二哥好呀。现在二哥截肢都不一定能保住性命，还不如早点截肢，搏一线生机呢。对，就按灵儿说的办，马上给沈二公子截肢，这是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干扰太医。夫人，送夫人去休息。爹爹，我听王管事说你要给二哥的腿截肢。已经截肢了，你二哥的双腿保不住了。什么？都怪女儿的手受伤，回来晚了，不然二哥的腿也许可以保住的。你如何能保住？之前女儿和师父一起在南疆做过几年军医，救治过几个被马踩烂腿的士兵。我们把骨头碎片一点一点拼好，然后再用特制的膏板固定，等到伤口愈合，再熬过感染期，士兵的腿就保住了。可是我听罗太医说，二哥若是不截肢，连性命也保不住。罗太医是很大的官吧？若是连一双腿都保不住，是不是既不配位？沈二小姐，刚才不是您在沈夫人面前说要帮沈二公子截肢吗？若不是您同意，下官哪敢做这样的手术啊？罗太医，妹妹的话你不要介意，我之前听沈护卫和王管事已经说了，二哥性命垂危，出血不止，深度昏迷，就算是我师父应该也会选择先救伤者。那二哥现在连腿都没保住，日后
是不是也不能科考入仕了？沈成风是沈家儿郎中最会读书的一个，也是沈正一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沈莲可真会往人肺管子上戳呀！家主，夫人已经醒了，夫人让家主过去，她有话想跟您说。我好后悔把沈莲留下来，要不是她殿前失忆，皇后娘娘就不会让我们提前出宫，婉儿的马车就不会遭遇失控，我的马车就不会被乱民掀翻，凤儿也不会为了救我们被乱民掀下马，失去双腿。你快想办法把他送走，赶紧把他送走，不要看到他。夫人，我们不但不能把沈莲送走，还要亲自教他礼仪。为什么？沈莲是被皇家钦定的太子妃，如果她出现什么意外，别说太子不会放过沈家，皇上和皇后娘娘也会派人来查。我们沈家担不起这样的责任，莫要背着我搞小动作。当初我们如何培养沈婉，现在就怎么培养沈莲。明日就安排莲儿去沈婉的院子，让他们同吃同住，由沈婉给莲儿做示范，再加上我们派的人教导。要是不信，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不如一个泥腿子生的丫头。你怎么来了？大哥，你有6年没有回过家了吧？该回家看看。我想留下来，若你需要我时，我可以帮助妹妹。沈府不是安身之地，我看着自己亲哥哥睡到这种地方，我会心疼。大哥，你先回家，日后如果我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会知会你的。我听妹妹的话。那明日一早我就安排马车送你去怀州府。为什么去怀州府？沈家想要对顾家斩草除根。在我揭露自己的身世之前，我已经把顾家都迁移到了怀州府。你先去与爹娘会合，之后我恐怕需要你帮助一人。事情办得怎么样？托家主，属下到安陵村的时候，听说顾家人1年前搬走了。1年前，看来沈婉并不是在回沈家时调查出自己的身世，而是在更久之前。王管事，老爷，明日下朝后让沈婉来书房，就说我有事找他。是王爷。算算时间，沈正一派去处理顾家的杀手，昨夜就该回上京城了。看来他已经知道顾家人1年前离开安陵村了。爹爹，婉儿，你回沈家的时候说是从木仙山归府途中遇见你二妹妹，后来又绕到安陵村询问出自己的身世。爹爹，我骗了你。早在1年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爹爹的女儿。也是在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二妹妹。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我亲自去了一趟安陵村，找到顾家人，逼问他们。顾家人？当时他们对你说了什么？他们觉得沈家是大户人家，就调换了2个孩子，还差点扔了二妹妹。我很是害怕，又不知道要怎么办，实在不想认这对自私自利的人做我的父母，可是我害怕东窗事发，所以就给了他们一笔钱，逼他们离开安陵村。爹爹，这1年来，女儿过得很是煎熬，一边又要牢牢地抓紧沈家的荣华富贵，一边又实在是良心难安。这次从木仙山启程回来，我才下定了决心，把莲儿妹妹带回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失去沈家的一切，任由爹爹处置。婉儿，你当时还是个婴儿，不能为自己的出身做主。
你是无辜的，爹爹从未怪过你。就算真相揭露，你永远是我们沈家的女儿。爹爹，女儿感激不尽，女儿一定好好孝敬爹娘，不让爹娘失望。我不需要你花心思报答我和你娘，只要你把亏欠莲儿的补偿给她便可。你之前说过会想办法帮她治好脸上的胎记，1个月后我要看到她脸上的胎记有所淡化好转，你能答应爹爹吗？这是在逼我，我可以治，但是太子殿下会同意沈莲用我的药吗？女儿答应爹爹，只要妹妹好好配合我，我保证一定可以治好妹妹。这段时间我就让王管事跟着你，若是需要出去采买药材，你只管吩咐他啊。大小姐，你要采买什么药材，尽管吩咐奴才。这个王管事这么迫不及待的就想赚差价捞钱，不过沈家的银钱也没必要帮他们省着。王管事，那就有劳带我去上京城名气最大、口碑最好的药材铺子，我要选最好的药材来给二妹妹调理身子。啊，我再写几张方子，你让药材铺的人抓好。好，咱们就去仁和堂，我这就去安排马车。这，大小姐，前面的路被御林军堵住了，我们只能下马车走过去。好。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送上来。太子表哥，你又跟踪过？太子表哥，臣女今日出门是奉父亲之命来为莲儿妹妹采买药材，给莲儿妹妹调理身子。谁给莲儿调理身子？臣女啊。太子表哥忘了，臣女也是学医的。我看你是对太子妃之位还不死心，怂恿你父亲借调理身子的名头来残害你妹妹。王管事可以作证，臣女对二妹妹绝无谋害之意。太子殿下，此事确实是家主要大小姐帮二小姐调理身子。家主还说了，为了二小姐能早日调理好身子，让2位小姐同住一个院子。二小姐如果有什么不适，大小姐还可以随时关注二小姐的情况。什么？让沈婉和莲儿同住一个院子？你们沈家很穷吗？家主十分关心二小姐，二小姐此前一直在庄子里，对府里的礼仪规矩有些生疏。家主让大小姐跟二小姐同住一屋子，也是为了什么？还要沈婉跟莲儿住一个屋子？你们家主打算怎么做？说给姑听听。家主希望二小姐在大小姐的教导下，能早日熟悉沈府的礼仪规矩。手里拿的什么？拿出来。太子殿下，这个药方只是……这是姑的命令，别逼姑动手。哼！6年寿命活蜈蚣10条，3年寿命活水蛭10条，8年寿命蝎子10只。你这哪里是要帮莲儿调理身子？你这分明是要毒死她！来人，把他们2个给我押回沈府。夫人，奴婢叫了小姐好几次都没有叫醒她。沈莲，你给我起来！沈莲，二小姐，夫人都是为了你好啊，叫你学规矩，是为了以后让你在皇后娘娘面前不失仪。你怎么能踹她呢？这一脚弄不好要搞出人命啊！我又没说我不学，我就是起晚了一些嘛。你干嘛打我？我踹了你一脚，咱俩扯平了。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蠢货？我费尽心思把曾经教导过你大姐姐的管教嬷嬷重金聘回，你却睡着觉不起来，还狠狠地踹了我一脚。就你这个样子，如何能当得了太子妃？宋嬷嬷，不进宫，我要请求皇后娘娘解除太子殿下和二小姐的婚约。不行，娘！沈正一，你给我出来！参见太子殿下。我的好舅舅，姑可不想因为一个太子妃的位子跟沈家撕破脸。姑已经派了太医给莲儿调理身子，你为何还要沈婉给莲儿调理身子？你以为把莲儿毒死了，姑就会娶沈婉吗？微臣没有，没有，这就是证据。婉儿，这个药方是你给莲儿用的。爹爹，
女儿从来没有说过这张药方是给妹妹用的。太子殿下，臣女可有说过这话？那既然不是给灵儿用的，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说？太子殿下，你当时立刻就命人将我和王管事押回来了，臣女没有机会说。既然你说这药方不是给灵儿用的，你弄这些毒玩意做什么？你是不是想要毒害你妹妹？臣女不敢，臣女知道你和二妹妹两情相悦，就是借臣女100个胆子也不敢啊。这张药方是臣女为自己调理身子的，臣女最近在研究美容养颜的药膏。这张药方虽有微毒，却可以以毒攻毒，水蛭可以把黑色毒瘤里的毒液吸出来，而蜈蚣则可以消肿止痛、解毒散结。里面的蝎子可以和药材混在一起炼成去毒膏。原来是为了给灵儿治理，差点误会神官。灵儿，太子殿下，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在干什么？二小姐把夫人推到了湖里，被老夫人撞见了，老夫人就派人抓二小姐。太子殿下，我不是故意的。灵儿莫怕，姑这就跟你一起去见外祖母。外祖母，太子殿下，外祖母，你们别再欺负灵儿了。你，外祖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沈婉身上，把她培养成了优秀的太子妃。可是你不甘心，她没有被姑选中。可姑今天就要告诉你，灵儿才是姑要选的太子妃。你们以后莫要欺负她。你敢保证日后绝不后悔？我绝不后悔。好，那就请太子记住今天在沈府所说的话，日后可莫要后悔。婉儿，你开的那2张药方确定能治好你妹妹的病？爹爹，女儿方才说的都是真的，1张内服，1张外用，以毒攻毒。以毒攻毒？难道灵儿身上中毒了？我曾听闻，娘在10月怀胎时，曾被人暗害，下了致命的毒。跟你娘被人种下的毒有关？那她脸上的毒能解，对不对？爹爹，你也看到了，只要我们一有动作，太子殿下就会误会我们要暗害妹妹。如今妹妹没有办法去木仙山，我也没有办法给她用药。回京之际，只有我先去木仙山一趟，请得师父出山，这样太子就能相信我们是真的为了妹妹好。家主，老夫人，太子派人把二小姐的房子给围住了，而且还称以后凡是给二小姐房子里送的东西都要通过检查才行。爹爹，祖母，看来只有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太子才能暂时放松对沈府的看管。眼下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皇后娘娘的意思，等明年开春选日子成亲，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若让李贤一出手治疗莲儿脸上的东西，1年时间绰绰有余啊。1年时间，那就祝愿沈家还能再支撑一。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爹爹好派人护送你去木仙山。婉儿这就回去收拾东西，明日一早就去木仙山。大姐姐，你给我的药膜被太子殿下派来的工人弄丢了，现在只有脸上这一块。若是没有药膜，我怎么见太子殿下？大姐姐，你一定要帮帮我。妹妹莫急，我明日呢就要回木仙山了，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1张，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太子说是我给你的，免得他误会我又要害你。什么？你要走？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太子殿下信不过我的医术，我只有亲自去木仙山，请师傅来给你治脸了。喏，那我就不打扰大姐姐了，我先走，你先收拾。哎，妹妹，你记得小心爹爹身边的王管事。为何？他好色啊！哎呀呀！
救命！二小姐，奴才没有啊，没有。二小姐，灵儿，怎么了？太子殿下，他非礼我！没有，太子殿下没有啊！好大的胆子你！来人，把王管事给我乱棍打死，丢到乱葬岗！太子冤枉啊！大师姐，终于又可以出来玩了。你要的人我给你安置好了。我用大师姐给的药丸啊，给他吊了一口气呢。大小姐，是您救了奴才，奴才感激不尽呐，大小姐。大师姐，这封信是从他身上找到的。大小姐，你一定要亲手将这封信交到家主手里。大小姐，您这是……大小姐，王管事，你真的以为我把你从乱葬岗拖出来是为了救你一命吗？你应该就是15年前沈正一争夺顾家女那场事件中唯一被沈正一信任而且活到现在的家女。你骗人！你如果没有做亏心事，我又何必骗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吗？你想干什么？城门暴乱是我一手策划，沈成风被人从马背上拖下来，双腿重伤导致截肢，也是我一手策划。你为什么要害二少爷？6年前，沈成风在上京的街市纵马，撞伤了一名15岁的少年郎，导致他双腿被砸断，而你私吞了赔偿给顾家的全部银两，还叫人把那少年郎的双腿截肢，还威胁他的家人离开上京城。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记起来了，大小姐，我记起来了啊！那个人就是我的嫡亲二哥顾景洪。大小姐这是在为顾家人报仇，若那封信不能准时送达，大公子也性命堪忧啊！妹妹，大哥，我给你带来个人，你处理一下。何勇？我不是何勇，我是顾景安。你们是亲兄妹？就是他，害二哥失去了双腿。我原本想把他送回顾家，但是我担心爹娘看见他，想起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把他交给大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怀州府靠海，这里聚集着5湖4海的国人。太盛国有一花瓶姑娘的活计，把漂亮的姑娘抓回来，砍掉她们的4肢，装在花瓶里。不，众人观赏娱乐。不，大小姐，求您给奴才一个痛快点的死法吧，大小姐。妹妹，大哥，你让我暗访的那个人，现在正住在临水阁客栈2楼天字号第8间。他们现在正在等2艘沈家的商队，大概再等2、3日，沈家的商队就会驶入怀州府附近的海域。他们想利用这2艘船引出附近的盗匪，和知府合力剿了那群水盗。沈承霄到底懂不懂得作战？我真想不明白，太子殿下为何要派沈家的人来，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既然是沈大公子亲自指挥水盗一案，咱们听着便是。你先回去休息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是。朋友，出来吧。沈大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你合作的。合作？在我们谈合作之前，先谈谈江家的人。江家妇孺是你救的？
沈大小姐，这条信息的暗文是你破译的？对，王管事还没有来得及送到沈正一的手上。怎么合作？沈承霄安排了2艘货船，一艘是一艘空船，另一艘是从南洋运过来的货船。这艘货船上有一幅28宿星君图，是沈承义专门从南洋博物馆高价拍买下来，准备送给太后当贺礼的。然后呢？我保你一条命，你呢，等船翻之后，把这幅画给我寻过来。沈大小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沈承义和沈承霄是你亲哥哥吧？谢小公爷，你应该知道，在你离开上京城的那天，上京城发生了暴乱，沈家2公子被马踩伤，不幸截肢。这些都是你所做的。谢督主，临水阁客栈混进了一名小贼，打晕了店里面的小厮，你开下门。原来那个小贼是沈大小姐。谢督主，你该不会这么早休息了吧？正要休息呢。那就打扰了。为了保证我们此次能够顺利完成皇上下达的旨意，临水阁的每一间客栈都要仔细搜查一番，以免混进刺客。让我们的人进去搜查一番。谢督主，你该不会介意吧？报告，没有发现。还有那边，沈大公子怀疑我私藏刺客？这倒没有，只是为了保证谢小公爷的安全，我们必须要仔细检查。我若是不准呢？出去！谢小公爷，你从上京城跑到怀州府，就是为了招妓？我的私事，轮不到你来管。还是说我得为你妹妹守身如玉？小子，走！沈大小姐，我的一世英名可毁在你身上了。哼，沈承霄生性多疑，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的。我也是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要是不行的话，我帮你澄清一下。怎么澄清？还没想好，就当我欠你个人情嘛。何来欠我人情？算我害小公爷名声受损。你千里迢迢来给我送情报，还救了一船人的性命，应该是我报答你才是。这个簪子，你若是不嫌弃，先拿着用一下吧。原本是你要送给谁的？给我母亲的，街市上还有很多，我改天再买一个便是。你拿去用吧。你没有欠我的，是我欠你，我欠了你整个镇国公府的命。谢谢你的簪子哦，我先走了。大师姐，有人跟踪。不用管，让他们跟着吧。好嘞，驾！小姐，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爹，娘，我回来了，回来了。爹，你哭什么呀？大师姐，我就是太感动了。小兄弟真是性情中人啊。
你先去外面守着，我这2日想住在这里。哦。二弟，燕宁回来了。你二哥就这样，别理他。二哥以前不是这样的吧？大哥，你看，今晚有月光。15的月亮才是最圆的。无论圆月还是残月，都会散发光，照亮世人脚下的路。大哥，你跟我讲讲你在军营的事情吧。你怎么没有继续留在军营呢？我一开始以为只要多立军功，严守纪律，做好一个士兵应尽的职责，便能够出人头地。可后来我才发现，那些贵族子弟根本不需要费任何的力气，就能夺走我们的军功，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最后却只能沦为他们的玩物。我讨厌那里的黑暗。最后在生死危机的关键时刻，我便决定离开了那里。大哥，你最近应该听过了江氏因为投敌叛国而被满门抄斩的事情吧？江家世代镇守南疆，是南疆一面牢固的铁墙，也是国之根本，不可能投敌叛国的呀。可若是有人煽风点火，就是认定江家功高盖主，只要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一句话，江家满门就都变成了刀下的厉鬼。所以二哥，这样惨无人道、无作为的皇朝，我们不入仕也罢。二哥，你是玉公子，世人玷污了江氏100年的清明，你若出山，便能在还江氏清明的路上有所助力。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冒死的帮助江家？他对你有恩吗？江家军历代驻守南疆，南疆这面墙如果一旦坍塌，还有谁能抵御啊？原来她不是沈家的嫡长女，是顾家的女儿。也许有，可是谢家军历来都驻守北疆，若是将谢家军分化成2支队伍，一支继续驻守北边的防线，另一支则接替江家去驻守南疆，是，也许百姓仍然可以继续安稳的生活，但是如果上头尝到了甜头呢？焉知几年之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谢家满门？谁能保证，在几年之后，还有谢家、江家这样的军队来替我们守护这片土地？谁能保证我们以后还有家？如果没有士兵抛头颅洒热血，咱们百姓何来的安居乐业啊？没想到燕宁能有如此的见解，大哥佩服。我不一定能够做得如妹妹所愿，但我可以试试。所以，我是应该叫你沈婉，还是顾燕宁？燕宁吧，毕竟我不是沈家的嫡长女，而是15年前他们从我亲生父母手里拿来充当嫡长女的农家女。顾燕宁，太子真是瞎了眼了。你刚才可是想告诉我，江家就是谢家的未来，他们对付完江家，就会来分散我们谢家的军权。顾姑娘，你还知道什么？可否告知？你现在愿意信我了？我之前的确对你有所怀疑，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并非沈家的嫡长女，也不知道你跟父母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你跟沈家并无血缘关系，更何况我对你……顾姑娘，
那我们现在可以合作了吗？你还记得在客栈时我跟你说过什么话吗？沈大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你合作的。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那我们合作。你为何要帮我？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啊。可是，我若死在怀州，沈家人自会帮你退婚，我母亲也会主动退婚。以你沈家嫡长女的身份，你就算不当太子妃，不嫁入谢家，也会去嫁入一个很好的人家。顾姑娘，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我9岁时就离开了上京，跟随我师父一直在学艺，从南疆到北部的路上，一直在听老百姓们传颂谢家少年郎11岁一战成名，自然对战神谢小郎也是有仰慕之情的。你仰慕我？可你明知谢家会跟江家一样，为何会答应赐婚？难道他喜欢我？你是觉得我应该入东宫去当太子妃，去拼命的抢那个位子，而不是嫁进谢府，是吗？商朝4代皇后都出自于沈家，我的确想过你会去争一争，甚至会当上太子妃。我为什么要去争啊？还是说你不够自信？你觉得我更喜欢当太子妃？我见过万里山河，太平安乐，也见过大漠硝烟，无情杀戮。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想成为太子妃，就是我的选择，可不是谁不要的就把我扔到谁的手里，我又不是垃圾。更何况，也不是一纸圣意就可以决定的。我的意愿，谁都左右不了。所以，这一切都在你谋划之中。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女子？燕宁，你可知道，在北上回京的路上，我也仰慕你。大师姐，有人朝顾宅的方向来了。别怕，这是谢家的影卫在召我回去，恐怕沈大公子又在四处寻我。你在顾家的行踪，我已经帮你抹去了，我先走了。等等，这个是我在沈承霄房里偷来的匕首，是沈老爷子在他成年礼的时候送给他的，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刀上有特制的毒药，带上，看看能不能有些用途。这上面的毒药可有解药？有。大哥，你不必追。那小贼夜闯你闺房，顾大哥，你误会了，那是大师姐的人。他是不是你上回让我调查的那个人啊？对，我要先离开顾家。你是想去救那个男人，他会死，对不对？沈家的人想要杀他，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次行动会非常危险？我能不能陪你啊？大哥，你是顾家长子，不要把你的脸露出来，正面面对你的敌人，没人能确保你会干干净净的走出来。大哥，你就留在家里，好好照顾爹娘，我会保证我没有事。好，我和爹娘在家一起等你。
石峰，我们走。谢玉锦上船了吗？回大公子，皇城司的人都上了后面的货船，是我亲自盯着他们的。看到了，老三从南阳带回来的东西还挺实用。周围的船还挺多呀，看起来不像我们的人呢。不对呀，那些船不应该去围一艘谢玉锦在的货船吗？大哥，你看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王管事中计了，快下船！快去救陈潇和陈毅！快去救我们的儿子！他们的船炸了，船全部炸了，老大、老三都在船里，出事了！一定是老大和老三出事了。夫人，我们是在做梦啊，梦可都是相反的。老大和老三不会有事的，我先出去看看。家主，收到怀州府的飞鹰传说，三公子的货运船遭受炮弹袭击，船体受损严重，伤亡惨重。大公子和三公子下落不明。计划部署这么缜密，炮火怎么会落到沈家的商船上？家主，你设定的方案大公子没用，大公子把方案重新调整了一遍，但我们这边并没有收到大公子的飞鹰传说，准确的说是大公子的新方案家主没有收到。有人借着两个方案的冲突，设计谋害两位公子。你去乱葬岗找一下王管事的尸身，我进宫去请求皇上调兵。是。怀州府战报！怀州府战报！怀州府战报！报！启禀皇上，由沈将军带领的剿匪行动于7日子时夜晚在圣岛关海域全军覆没。计划用来剿匪的2艘商船，在行动那晚被来路不明的势力利用南洋运来的炮火炸翻，船上2100名货商，包括剿匪的士兵，死伤惨重。谢都主带领的皇城司也在圣岛水道的破坏下，船体遭到严重损坏，整艘船沉没。怀州知府已派兵搜寻生还者。不知怀州府方面可有我儿谢玉锦的消息？他可还活着？如若战死，可寻得尸身。那艘船上也有微臣的2个儿子，不知可有下落？许知府已经找到沈二公子，谢都主和沈将军下落不明。此次行动死5780人，重伤860人，轻伤8人。皇上，那艘船上有一幅从南阳带回来的28宿星君图，原本要在太后寿诞日作为太后的寿礼献给太后娘娘。这帮匪徒胆大妄为，敢动朝廷官员和贡品，微臣愿意亲自前往怀州府实行清除行动。沈大人，切不可轻举妄动啊！陛下，微臣听说当地不少平民百姓都已投靠了圣道，若朝廷无差别的击杀道上百姓，只怕会……什么老百姓？既然投靠了水匪，那就是强盗。此次行动便可看出那些匪盗想策反我朝皇室制度，他们这行为是谋反，是反贼。沈大人，侦拨3000人，运2000台从南阳买回来的炮筒，借此机会试一试那炮筒的威力。你和太子一同前往怀州府，清理圣岛匪盗，杀光不留。是，陛下。家主，乱葬岗被烧了。烧了？这么巧？附近居民说，半个月前一天晚上，乱葬岗突然着火了。去把二小姐叫过来。是。家主，二小姐说她不舒服，昨日学了一天的规矩，不想走路，让家主自己过去。什么？反了他了！家主，家主。爹爹，莲儿，爹爹有几句话要问你，你只管如实回答。王管事犯事那晚，他是怎么对待你的？爹爹，你说的是那个色坯子王管事。
哎呀，他那天黑灯瞎火的就冲出来，扑到女儿身上，企图对女儿不轨。幸好太子殿下及时赶到救了我。之前香菱还跟我说过呢，那个王管事喜欢年轻貌美的丫头，还纳了8个妾。幸好他被处死了，要不然指不定要把我怎么着呢。他跟你说王管事好色？对呀，哎呀，香菱，你躲什么呀？你又没做错什么。畜生！爹爹，你为什么要踢死我的丫头？你这是杀人！人家都说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这么做就是看不起这条狗的主人。你闭嘴！莲儿，你莫要再同你爹爹闹了。你爹爹还要去怀州府寻你大哥，我让今日留在你身边伺候。我呸！谁稀罕啊？你们凭什么随意处置我的丫鬟？爹娘，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哥下落不明，二哥失去双腿，这都是你们乱打乱杀人、作恶多端的报应，这都是报应啊！你这个不孝女，我杀了你！来，你杀了我，我看你怎么向太子交代！哼！你想气死我！夫人，家主，一切准备完毕，随时出发。夫人，无论我儿是死是活，我定要让深岛那群匪徒给我儿陪葬。夫人，家里就辛苦你了。哎，妹妹，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要救皇城司的人？你是不知道，皇城司里面人多讨厌，尤其是那个叫谢玉锦的，他带的兵最难缠。我让你救的人就是谢玉锦，啊，他是我未婚夫。啊，他是你未婚夫？三哥，你干的？衣服呢？啊？他说他喜欢皇城司的衣服。三哥，随便扒谁的衣服都行，但是不能扒官府啊！而且他可是皇城司的督主。啊，你别听他瞎说，我就是，哦对，他刚才掉水里了，我把他衣服拿出去烘干了。妹妹，你快走吧，他这样站在你面前，有辱斯文，伤风败俗啊！不用，他是我的未婚夫，你赶紧把他的衣服给我拿过来。抱歉啊，你自己能解开绳子？你刚刚为什么老老实实躺在那儿？我不知道圣岛的这帮水盗是不是你的势力，所以一直静观其变。现在知道了，也不怕了。你还有怕的东西啊？当然有，若是沈承霄计划有变，我就回不来了。我的未婚妻怎么办？这就是你要的28宿行军图。三哥，帮个忙，打开。哇，好壮观啊！怪不得太后10年前下南洋，在南洋博物馆看见他，回来就一直念念不忘呢。喜欢吗？还挺值钱的。很值钱吗？妹妹打算怎么处理它？卖了它。那盒子上有具体金额。沈老三这次可是掏空了生意本才把它买下来，你转手就卖了，你这是要掏空沈家家底啊？这东西能让沈家掏空家底？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可以把沈家的家底一点一点的掏空。三哥，你带着这幅画去南洋博物馆找原画主，然后跟他谈一笔交易，把这幅画卖给他，就说你要带着这笔钱回商朝国土做一笔生意。事成之后，无论赚多少钱，都会分给他一半，而他无需出任何的人力财力，只需要在太后寿诞的那一天，把这幅画带上我商朝的国土，进献给太后。这么一来，沈家说自己高价从南洋博物馆买回来的图，就是在欺骗太后。三哥，圣岛上所有的老百姓已经全部转移到船上，你设的陷阱也全部完成，我们什么时候起航？现在。我到时候
会和三哥一起离开圣岛，然后先回木仙山，最后再一起重新乘船来到怀州府。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身受重伤，下落不明，和沈承霄一起，而我们一门的船队恰好经过，打捞了你们。你们已经身中毒瘴，性命堪忧。到时候海上会有人投毒，毒气会吞噬人的心脉，这个是解药，到时候你先提前服下。事成之后，你便辞去皇城司一职，急流勇退，才能暂时保全你的性命与谢家满门。没想到我的未婚妻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你是我的人，我已经把你和整个谢家都规划进了我的未来。我的夫君，我希望你此生身体康健，颠覆山河。大师姐，朝廷的船已经出发，带着5000御林军和2000架炮筒，计划炸平整座岛。哼，那狗皇帝竟然还下达了屠杀令。哦，对了，他们明日傍晚就会到达圣岛海域。那就让他们去打空气。快，臭逼，不要呼吸，快走，快走！太子殿下，那岛上没有人，全都走光了，还留下大量的食人蚁和毒虫，还利用炮火的攻击埋下了毒障。我们御林军死伤惨重。什么？不是说有38000人吗？现在怎么办？他们肯定提前逃了。这件事情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这么大的篓子，你怎么收拾？太后本就对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不满，靖王一直想找机会抓太子殿下的把柄。若是让皇上知道我们的炮火用在了一个空岛上，肯定会大发雷霆，满朝文武都会弹劾殿下和微臣呐。现在这么大的残局，怎么解决啊？朝廷派5000人，2000炮火，与圣岛的水道拼杀一夜，圣岛匪盗死伤惨重，御林军全军覆灭。烧了这座岛，就不会有人知道岛上的秘密了。大师姐，如你所料，他们炸毁了整座岛，并且还把活着的御林军全都灭了。不过我带了几个活着的回来。把消息传给靖王，我们回沈家。是。大小姐回府了，大小姐带着大公子回府了。丞相，我的儿呀！娘，你别碰大哥，他伤得很重，现在疼得厉害。婉儿啊，你大哥到底伤在哪里了呀？我从海上把大哥救上来的时候，他背部皮开肉绽，还有内伤，加上海上有人投毒，毒气进入心脉，他日后怕是不能再运用内力练武了。啊！母亲你放心，女儿一定竭尽全力挽救大哥，不会让他就这么死了。这么死，太便宜沈承霄了。我要他尝尝我的阿锦前世的痛，让沈家人好好看看沈承霄被病痛折磨到非人的样子。那你师父呢？让你师父留在沈家，给你哥治病养身子呀！祖母对不起，我师父1个多月前接到了燕国太后的信，已经离开了商朝。但是我已经写信给他，等他处理完燕国的事情，马上就会回来。好痛啊！快把大少爷抬进房中啊！薛太医，丞相，哎呀！沈夫人、沈老夫人，沈公子的伤多在背部，那些伤口沈小姐已经处理得很好。现如今沈公子体内的毒瘴虽有残毒遗留心脉，幸好是沈小姐的药救了他一命。这些伤口
调理几日便可。只是心脉中的残毒，并非1、2日可以去除的呀。婉儿啊，你说你手里的药能救你大哥的命，是不是？你一定能救活你大哥，是不是？你大哥可是最疼你的。我手里是有解药，可我不会给沈承霄，他不配当我的大哥。好，祖母，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治好大哥的解药。哎，老夫人、大小姐，今晚我来照顾大公子，你们先回院子休息吧。那祖母、母亲，我先回去更衣了。哎，乖孙儿啊，孙儿啊，你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你还疼不疼啊？我现在不疼了，祖母莫要担心。那就好，那就好。你要给祖母说什么？我想娶婉儿为妻，望祖母成全。这，她可是你的妹妹，你怎么可能娶你妹妹呢？她不是我妹妹，别人或许不清楚，祖母，您难道心里不清楚吗？她已经和镇国公府的嫡长子定了亲，那可是赐婚。谢玉琴吧，她根本不配。赐的婚姻而已，有很多办法可以解除这种婚姻的。你一直拒绝议亲，都是为了婉儿。祖母，我没有求过你，这件事我求求你帮帮我好吗？婉儿的医术她不比他一差，我把她留在我身边，也是为了照顾我的身子呀。好，不就是一个婉儿吗？咱们沈家养育了她这么多年，那我就让她留在你身边伺候你，也不算亏待她。严嬷嬷在，让沈婉去西河堂见我。是，多谢祖母成全。祖母，婉儿啊，坐到祖母这儿来。婉儿，祖母有几句话同你说。婉儿，你觉着你大哥待你如何？我大哥待我这个妹妹极好，很是宠爱我。如今你大哥这身子啊，你也最清楚，他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连太医都束手无措，只有你才能让你大哥舒服一点。祖母想给你换个身份，让你留在你大哥身边照顾他。至于你跟镇国公府的婚姻事，祖母会去找皇后娘娘处理。我若是说我不愿呢？今日我让你过来，就只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准备。这些日子你哪里都不能去，就留在你大哥身边照顾他，这是命令，你不能反抗。看来我若是不同意，祖母也不会打算放过我。祖母也是为了你好，你嫁给你大哥，总比嫁入镇国公府去守活寡的强。那谢玉锦如今靠着百年药参续着命呀，就是个活死人。只要你听话，祖母呀，以后将沈家的掌权交给你。死丫头！小姐，老夫人刚外出的时候突然晕倒，从马车上摔下来，昏迷不醒。罪有应得。哼！你们是怎么伺候老夫人的？不敢了，关键时刻不顶事，夫人饶害老夫人磕得这么严重，都下去，给我领10杖受罚！饶命啊！夫人饶命啊！饶命啊！沈夫人，老夫人呢，
还是由中风引起的。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时候，头碰巧磕在了硬物上，脑颅里还有淤血块，他的右胳膊还不是很灵活，我怀疑老夫人右半边偏瘫了。母亲，听说祖母从马车上摔下来了，祖母现在怎么样啊？要不要紧？二小姐，夫人摔到了头，至今未醒。你既然来了，便留下来照顾她，日后啊也好传个孝顺的好名声。什么？你怎么不去啊？你还能博一个忠心护主的好名声呢？扶着那么多下人，干什么让我去？母亲怎么不让大姐姐去？她不是还会医术？是太子殿下和家主。夫人，家主回府了。灵儿，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太子殿下，灵儿听说祖母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脑袋，灵儿特意早早就过来守着祖母。可是祖母一直都没有醒，灵儿很难受，很担心。没想到太子殿下就先来了。母亲怎么回事？好好的人怎么会从马车上摔下来？严嬷嬷说，母亲昨夜原是打算入宫找皇后娘娘的。母亲这么晚入宫找皇后娘娘何事？一定是为了陈潇的事情吧。这些日子皇后派人出宫了几趟，母亲一定是不想让皇后娘娘担心，便想第一时间入宫告诉娘娘陈潇的情况吧。沈婉呢？太子殿下，父亲。听说是你从木仙山去怀州府的路上找到你大哥的，为何还救了谢玉锦？臣女收到了剿匪的士兵遭到了水道严重打击的消息，大哥和三哥也在其中，下落不明。臣女担心两位哥哥的安全，就私自借用了一门的船去怀州府找大哥，结果却遇到了谢玉锦。我不敢在怀州府多逗留，就直接回来了。我和太子殿下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随我来吧。太子殿下，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微臣没事，太医说了，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爹，听说你找到了三弟，他人怎么样了？你三弟他头部受伤，马车还在后面，需再等2日才能回来。此次计划怎么回事？为何又临时变动？爹，王管事他怎么样了？王管事他犯了事，被乱棍打死，扔到了乱葬岗。我在怀州府，在我们沈家船上，我看到了王管事，他被人做成了人质，装到了瓶子里面。我临时改变计划的行动，就是为了传给王管事。他在船头上，结果船头炸了。你说什么？我们都被算计了。你们沈家有内奸，这个内奸如果不连根拔起，你们沈家还不知道要遭多少殃。太子殿下，微臣会处理好内宅之事，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婉儿，你师父他人呢？我师父早在1个月前就收到燕国太后的邀请，去燕国了。不过我已经写信给他，他忙完燕国的事就会回来。听说谢家长子身中毒瘴，陷入重度昏迷。你既然救了他，可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他确实身中剧毒，他中的毒瘴比大哥还要毒。我用的那些解药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可以保住一条性命。接下来只要他按时服用那些解药，应该会慢慢好转。我已经派人去谢府送过解药了。陛下已经下旨赐婚，你和谢家长子，婉儿，我也想让你早点嫁过去。爹，你说什么？你不可以让婉儿嫁入镇国公府。谢玉锦现在生死未卜，昏迷不醒，你这个时候让她嫁过去，不是等于让她守活寡吗？程潇，此事就这样定了，你好好养伤，别的你就不用管了。沈婉，姑待会儿回到宫中，就让母后传钦天剑，我们为你和谢玉锦挑选一个良辰吉日成亲。婉儿，你去帮我叫一下祖母来，我想见一下祖母。祖母
怕是来不了了。什么？他前段时间被马车要去宫中，结果却从马车上摔下来，至今昏迷未醒。大小姐，夫人头急犯了，让小姐过去看看。我这就去。婉儿，去。臣女参见晋王殿下。沈婉妹妹，好久不见，免礼吧。多谢晋王殿下。晋王殿下带着皇城司的人来沈家，应该不是想与臣女叙旧吧？妹妹如此聪慧，该知道本王为何而来。我们家大公子身受重伤，你们皇城司的人这样把他抓走，他会没命的。快来人呐！快叫家主！沈大小姐，等你爹回来，告诉他，让他到皇城司喝茶。本王就先带着沈大公子去牢房。带走。大小姐，你一定要救救大公子，他刚才心悸发作，疼得厉害，他这样被带走，他会没命的。孟姨娘，刚刚那是皇城司的人来抓人，只要大哥无罪，他们不会拿大哥怎么样。至于大哥的心急，我不是配了药丸放在他床头的小柜子里，你没拿出来给他吃吗？妾身忘了，大小姐，你一定要救救大公子，他这样被抓走，他会死的。你先起来。大姐姐，你刚才唤那名男子叫什么？哎呦，这不丑八怪吗？干什么？别走！哎，别走！别走！哪儿去？放开！啊！给我滚！大姐姐，你刚才唤那名男子叫什么？他是晋王殿下，贵妃娘娘的儿子。刘太后的刘家也是晋王的母族。你跟晋王殿下很熟吗？我刚才听到他唤你一声妹妹。对，我曾在宫中生活过2年，跟太子殿下、晋王殿下玩得很好。哼，那又如何？太子殿下现在还不是喜欢我？孟姨娘，你快叫人准备一匹马给我，我这就去皇宫门口等父亲。我要是和大姐姐一起进宫找爹爹，是不是就可以再见到晋王殿下？哎，你快去准备一辆舒服点的马车，我要同大姐姐一同进宫去找爹爹。二小姐，就让大小姐骑马去吧，骑马快。我又不会骑马，你赶紧去安排马车。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妾身这就准备去。我去你的！夫人，不好了，门口来了一群乱民，朝咱们沈府门口扔粪。二小姐她刚要出门，被泼得满身污秽。沈莲要出府，出府做什么？回夫人，靖王带着皇城司的人抓走了大少爷。大小姐本打算骑马入宫找家主，二小姐她非要闹着去，结果遭了殃。你说什么？靖王把大公子带走了？是的，夫人，门外那些人对咱家主都是喊打喊杀的。大小姐呢？大小姐在处理二小姐的事情，二小姐现在满身污秽，在沈府院廊到处跑。二小姐，二小姐，你别跑了，求求你别再跑了！快去把院门堵上，再打桶热水来，别二小姐洗干净。是，不要打我，干什么？放开我！大小姐，那些冲着沈府发泄的人，都是随着太子和家主去怀州府剿匪，却死在怀州府的御林军的家属，现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骂家主杀死御林军，还有人传圣岛根本没有匪盗，家主是因为自己私欲骗取皇室的军火，事后又怕此事传出去，就把几千御林军杀了。剑王这次玩的可真漂亮，利用死者家属盛名哭闹，足以震动整个上京城，令皇上不得不重视此事。沈正义这次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呀。花荣，你去找沈家的护卫，让他们给我爹传书信，告诉他靖王殿下把我大哥带去皇城司了。是。哎呀，凉死了这个水！擦一下，擦一下。给我准备热的。大的胆子，把莲儿给我放开！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他们都欺负我，还往我身上泼水。
灵儿，你这身上脏得很，你快去洗洗。你们快把他带下去洗干净。我不去，太子殿下，我不去，太子殿下，我不去，你们俩放开我！臣女的大哥被靖王殿下带走，臣女本想进宫找爹爹想办法，结果二妹妹非要跟着去，她走得比我快，刚出大门就被人泼了好几桶食残。快给姑打水，给姑打水！姑要沐浴更衣。太子殿下，靖王他……姑都知道，你爹已经被靖王殿下带走了，你大哥不会有事，你无需担心。可是，臣女方才听靖王殿下说，爹爹害死了很多御林军，这是不是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靖王这个贱人，诬陷沈家。母后已经知道沈家人被困，特意让姑出来处理此事。御林军是剿匪战死的，靖王不敢把你爹爹怎么样。放心吧。看太子这信心满满，恐怕沈真一在回来的路上。太子殿下，求你救救丞相，他被靖王的人带走了。母亲，太子殿下说了，不会有事的。那外面那些人呢？那些人不过是为了多要点丧葬费，我已经跟他们讲清楚了。待会儿等他们散去，姑再离开沈府。太子殿下，哎，哼，你是不是嫌弃我呀？这，那既然如此，臣女告退。哎，灵儿，婉儿，你妹妹和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方才妹妹同我出门就被人给泼了食残，殿下刚好出现在院子里，妹妹就冲过去抱了殿下。沈莲这个蠢货，她要是继续这样没规矩下去，定会让沈家出事。不行，不能让沈莲进宫当太子妃。公子，太子已经派御林军疏散沈府大门前的闹事者，可没多久又涌出来一波文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出自御公子之手的文章，暗指沈大人历往做过的事情，并要求朝廷重查怀州府盛岛一案。皇上因为此事连夜召集大臣进宫商议。沈府现在什么情况？沈大小姐可有行动？今日清晨，沈府二小姐出门时被守在外面的百姓泼了一身惨雾，还好沈大小姐躲得及时。现在沈府大门紧闭，御林军在府外维持秩序，靖王的人也在外面盯着。那些太医可还在外面？是。我要去趟沈府。大小姐，夫人叫你去西河堂照看老夫人，太子殿下也在西河堂看老夫人。金宇，你今年17了吧？是。之前夫人想让你给大公子来做田房，再生个一儿半女，抬你为妾室。可是就在前几天，她同意了孙婆子的请求，要把你嫁给她的傻儿子。王管事是你的父亲，自我懂事以来，他就一直在沈家奔波劳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是二小姐一回府，便随意打杀了你的父亲，你难道就不想替父报仇吗？奴婢请求大小姐指点迷津，奴婢该怎么做？我见有脸，花容月貌，就这么嫁给了一个傻子，多可惜。这个不就是机会吗？太子殿下连大小姐都不要，奴婢……你错了，太子只是不要我去做太子妃，但是不代表他除了太子妃不会有别的女人。你要是想活命，脱光了衣服躺在太子身边是不成的，你需要阿锦，刚才我跟那个丫鬟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你是怎么找到我院子的？我问你话呢，你是怎么找到我院子的？我挨个找，就找到了。
沈夫人似乎并不认同沈二小姐的婚事，一心想促成你和太子。阿宁，你打算让我躺到什么时候？我想娶你。当然可以。那我这就回去准备。阿锦，你现在是伤者，要准备也不是你来准备。我已经从太子和沈真一的口中打探了一些内情，他们有意让我早点加入郑国公府。他们可真是煞费苦心，为了给我下毒，甚至不惜牺牲你的婚姻大事。那我现在还要等吗？那可不行，你想要娶我，就必须铲除一些障碍，要不然我们的婚事也不会有这么顺利。你母亲呢？确实挺难缠，手段不太光彩。她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我们的阻碍。沈夫人是绝对不会同意我留在沈承霄身边的。我们的阻碍是沈承霄。沈承霄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你可知沈老夫人从马车上摔下来的事儿？昨天夜里，她叫我去西河塘，要我做沈承霄的妻子，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沈承霄一直觊觎我呢。他们太过分了！沈老夫人吃过夜宵，就打算去皇后娘娘宫里解除我们二人的婚约。我就在她的吃食里加了一点药，让她旧疾复发，这样我们就免了一遭麻烦。我虽然辞去了皇城司的职位，但是里面还有我的人。你若想对沈承霄出手，我可以让我的人帮忙。我不要他死，你叫人让他把这个喝下去，到时候他的痛苦会大增，元气也会大伤，没有1-2个月是醒不过来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婚事也已成定局。你是想让他生不如死？这个我最擅长。你等着我回来娶你。太医也下了最后诊断，阿锦的身子，这2日要是醒不过来，日后恐怕再也醒不了了。夫君说的对，我们应该入宫求懿旨退亲，免得耽误了沈姑娘。可怜沈家大小姐这么好的姑娘，只能怪咱们儿子没那福气，和沈大小姐有缘无分。你莫要再纠结了。我的儿啊！主子，你有什么事吩咐属下去做？把这个混在水里，让沈承霄喝下去。是。回来。主子，还有什么事？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主子，你忘了，入隐卫要断情绝爱，属下不懂什么叫喜欢，也没有心仪的对象。主子，你刚才出去是去沈府看沈大小姐吗？你若是真的喜欢沈大小姐，不如就趁此机会，让国公爷入宫求旨，让皇上早些安排你和沈大小姐定亲，借此契机用喜事去冲眉头，主子也可以借新婚之名苏醒。冲喜，好办法。哎，我隔壁村那个黄大狗的儿子出门当兵那个重伤回来，在家里床上躺了3年。上个月他们家给他娶了个媳妇，你们猜怎么着？结婚当天就醒了，这么神奇？对呀，这件事情传遍了10里8乡，好多人都去看那个媳妇了。别说，一脸福相。赵管家，夫君，不是说好了，你今日入宫向皇上请旨，同沈府解除婚约吗？我正是因为此事才赶回来的，要不咱们赶紧替阿锦求旨，早日把沈家大小姐接回来吧。我们这么做会不会不太道德？夫君，怎么回事儿？你为何突然改变想法？夫人，你听说过冲喜吗？冲喜？
这事儿靠谱吗？我都打听好了，那黄大狗的儿子就是咱们谢家军当中的一员，当年在战场上中箭受伤，卧床昏迷，一下就是6、7年，谁成想结婚当晚就醒了。据说他那媳妇还懂些医术，万一沈大小姐嫁进来，阿锦没有醒，身体反而越来越糟糕，那我们岂不是耽误了沈大小姐一生吗？若阿锦真有不测，我们便把现在全部家产都给他；若他想二嫁，我们便为他撑腰。我们定不会让他受委屈。也许沈大小姐与阿景成亲，阿景能醒过来。夫君，你入宫请旨吧，我立刻为玉锦准备聘礼。好。景宇，你个小贱货，还没嫁我儿子就红杏出墙，看我不打死你！打死你们！打死！干什么？奸夫，你个淫妇，背着我儿子偷人！放肆！孙婆子，住手！你打的可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还想爬太子殿下的床？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老奴的眼花没看清是你。贱妇，胆敢以下犯上！来人，把这个贱妇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老奴真的没看出来是太子殿下。把沈婉给我找过来。你昨夜没有去西河堂？娘亲，女儿没有啊。青羽呢？他昨夜没有去找你。夫人，昨夜金羽没有回来，金羽也没来找女儿。参见太子殿下。沈婉，你真让姑感到恶心。还有你，沈夫人，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太让我失望了。青羽，你竟敢背主爬太子的床，你……他现在是我的人，你动他一下试试看。太子殿下，昨夜的事与婉儿无关，都是我自作主张，让婉儿亲近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与婉儿曾经那么好，为何现在都不肯多看她一眼？婉儿才是我们沈家千娇万宠、捧在手心上的掌上明珠啊！这么多年，你们把莲儿扔在庄子上养，你可曾考虑过她的感受？之前姑同外祖母说的是清清楚楚，姑喜欢的是莲儿，你们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啊？沈婉，这么喜欢攀龙附凤，这么想当太子妃，可姑偏不如你的心意。你是李仙一的徒弟，自诩医术高超。镇国公府的谢小公爷此次围剿因公受伤，姑命你即日起以医女的身份进入镇国公府，同府中太医一起医治谢小公爷。如若他不行，你不得出镇国公府半步。太子殿下，不可，万万不可呀！沈夫人，金羽就留给莲儿吧，等莲儿入宫以后，让她做陪嫁丫鬟。还有昨晚的事，姑不希望莲儿知道。母亲，你莫要再为了我惹得太子殿下不高兴。那我不能让你就这么去了镇国公府，你可是我沈家天之娇女。天之娇女，若沈莲能和我一样拿得出手，你还能把我捧在手上当什么掌上明珠？夫人，大公子回来了。沉香回来了，那老爷呢？没有见到家主。都是你这个贱人坏我好事。母亲，何必为了一个没有名分的丫鬟动气呢？在二小姐身边好好伺候她，别忘了你的母亲还在沈府当差。夫人，你怎么忘了？
我娘也是被你随便一句话就挨了20大板，没挨过去，死了呀！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之子谢慈与沈尚书之女沈婉天成佳偶，特赐予成亲之恩，婚期情定，3月初3为婚礼一日，钦此。沈夫人，接旨吧。臣妇接旨。婉儿，你先去看你大哥。谢家这是打算借着办喜事，为你那昏迷不醒的儿子冲喜。你让我的女儿这个时候嫁过去，岂不是葬送了她的未来？谢莲，你是不是在报复当年我没有嫁给你？我从没想过要报复你，我只是想着履行咱们2家的婚约。没想到你如今变得这么的可怕，自私自利，不为别人考虑。幸好当年我母亲阻止了我与你的婚事。夫人，夫人，镇国公夫人带着聘礼账册来下聘了。开库房，迎镇国公夫人入府下聘。婚嫁礼仪之事，就按我沈府的规矩来办。沈大小姐真不愧是李仙一一眼相中医学奇才。若我们太医院能有沈大小姐这样的医女，下官也就不愁这些疑难杂症了。过奖，听闻罗太医还不到40就掌太医院，可见罗太医也是太医院的天才。惭愧，在下无论怎样都比不上李仙一的。若是能与李仙一探讨疑难杂症，或是直接能把李仙一请到咱们太医院来，那才是咱们商朝的福分呐。师傅前世的死和这个罗太医脱不了关系，还有二哥的腿，这个仇我一定要报。罗太医，好好珍惜活着的时光吧。大小姐，夫人有请。你大哥现在如何了？现下能安稳地睡过去。那就好。婉儿，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日谢府迎亲队伍来接亲，你都不要踏出这里一步。娘亲是不想让我嫁入谢府？太子如今鬼迷心窍，不知你的好。等他有一天发现你妹妹脸上的胎记，他一定会后悔当初的选择。莲儿嫁过去，给谢府那活死人般的长子冲喜，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太子殿下如果发现，一定会大发雷霆吧？不会的，等莲儿嫁过去，我就告诉太子，她脸上的胎记，女子面容破损，不得入宫选秀为妃。你就在这里，不要踏出一步，旁的是母亲来安排。婉儿明白。把门看好了。是。来。前世可是药晕了我，把我塞进了谢家的花轿，让我跟沈莲换嫁。哼，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如愿。夫人，谢家的人都打发走了，这是他们送过来的聘礼单子。看来谢家这次是真心诚意的想娶大小姐过门。夫人，你打算如何分配大小姐的嫁妆？
就按我说的办吧。是。吓到了吧？魂都吓没了。沈家的管事到谢家说，明日成亲。既然新郎不能接亲，拜新仪式就省了，还要求新娘不许下轿，直接进了我院子。我觉得有鬼，就跟过来看看。阿锦，我能在怀州府护住你，就不会在这里把你弄丢。这场婚礼是你我所求，明日我一定顺顺利利的嫁给你。娘，大姐真的嫁出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夫人怎么了？夫人你没事吧？王爷，夫人，小公爷醒了。这么厉害？是，属下告诉小公爷，今日是和沈大小姐成亲的日子。小公爷得知此事后，死活都要下床迎接，太医都拿不住他。玉锦，爹，娘，新娘来了。老爷夫人，新娘子来了。接新娘，过门。停轿！怎么回事？为何拦在门前不让进府？国公府临时有变，我们镇国公府的小公爷醒了。国公夫人说了，新郎要出府迎接新娘下轿，按照传统礼仪拜堂行礼。什么？谢小公爷怎么会突然醒过来？他不是快死了吗？二小姐吃了药，还在昏迷中。若是拜堂的话，岂不是要穿帮？说好的花轿直接入府，你们却临时改变了主意，是不是想给我们小姐一个下马威啊？新娘过门时辰到，新郎入府接新娘。不行，不能踢轿！干什么？去踢轿！哎呀！请看！哎呀！小公爷该踢轿了。恭迎夫人入府。啊！完了！夫人！耿奴才，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夫人，奴婢昨夜一直守在大门外，新娘直接抬入花轿，原来没有其他人，除非大小姐自愿。奴婢怎么也想不通啊，新娘怎么会是大小姐呢？沈婉，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枉我平日那么疼爱她，竟敢窝藏祸心，算计莲儿的嫁妆。夫人，你谋算这场婚姻的时候，有没有算过，为夫何时才能真正抱得美人归？婆母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好，才派了人在外面守着。让我们来看看沈家给沈二小姐的嫁妆是什么吧。给沈二小姐这份嫁妆甚是丰厚，你的呢？喏，谢家的12间铺子，2处100亩良田，还有房屋地契，都已经送去官府盖章了。我让石峰又拿了出来。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会儿。曾经，其实我见过你，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松梅花盛开的时节，在黑水河，
我碰到了一个小傻子。我记得我11岁那年跟我爹去怀州府，也去过黑水河。我记得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是你干的？我看到你拔了一群黑天鹅的毛，还被他们追着跑，你还戏弄他们。你拔了他同伴的毛，他不追着你跑才怪呢。原来是你啊！今天正好被我抓到了，就好好惩罚惩罚你吧。婆母她担心你的身子，不要乱来。我的身体怎么样，你还不清楚吗？阿娘，我可不想错过今日的洞房花烛夜。婉儿睡了吗？娘亲手给你做了碗银耳羹，要不要尝尝？一定是有人去通风报信了。快起来！娘，你见谁洞房花烛夜的？自己亲娘跑来送羹的。我这不是……我没有中毒，不过是有人告诉我，狡兔死，走狗烹。我们谢家荣宠百年，功高盖主，若不想像江家那样落得凄惨的下场，我就得避世。害婆母担心了。你们这婚宴也是你们一手谋划的？是，但是娘，我跟婉儿是两情相悦，我怕发生变故，索性就早日娶她。娘去帮你们把人都打发了，这银耳羹我带回去给你爹喝。沈大人，虽说王德全认下所有罪行，可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次剿匪重创我朝国库和兵力，你沈家虽能拿出一笔抚恤金，担下应尽的责任，可还是免不了一顿刑罚呀。此事说到底，是微臣有监管不力导致的。这20变是应该的。我已经通知沈大人的家人，接沈大人回去。有劳秦王殿下费心了。少爷，王德全定下所有罪名，沈大人只受了20鞭，罚俸禄1年，再交一部分抚恤金，就出狱了。你那养父可真是老狐狸，几次官场斗争都没把他拉下马。看来他回来之前已经想好了计谋，给自己和太子留了一条后路。王德全有一个姐姐，把他一手拉扯大，和他相依为命。沈正一应该是和王德全做了什么交易，王德全才心甘情愿地领下了这杀头的罪名。你是觉得王德全是为了他姐姐才去顶罪的吗？你知道沈莲脸上的胎记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来的？王德全的姐姐曾经也做过1年的管事，听说因为容貌太过出众，成功的爬上了沈正一的床。那一年金妙仪刚怀上沈莲，不知怎么吃食中就被人下了毒，据说胎毒太深，就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沈莲看起来笨笨的，不聪明，反应也比别人慢半拍，学东西也慢得很。那你觉得沈莲她能入东宫吗？一定可以，我可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厚礼。小姐，哈，太子和我的养父让我联合罗太医给你下药。你舍得吗？我怎么会舍得啊？到时候在太后的寿宴上，你好好配合我演戏就好了。怎么演戏？我听石峰说，
沈家又重新得了一幅28宿星君图，算算日子，三哥也快回来了。到时候真品和赝品相遇，场面总不会太好看。啊，怎么了？前世火母寿宴上送了很多夜明珠给太后，整整3箱，把太后哄得开心的合不拢嘴，败露了郑国公的真正财力，加速郑国公府的灭亡。阿锦，你母亲这几日是不是也正在准备郑国公府给太后的贺礼？咱们去看看。这个时候国库空虚，皇上也正在为此事发愁，千万不可送了太多，展示了自己的财力。那咱们快去看看，母亲到底准备了什么。走。婉儿，快看，这是娘为太后准备的寿礼，娘也给你准备了一颗，看看喜欢吗？这可是你二舅特意从南海运回来的，怎么样，喜欢吗？娘，太后过寿，咱们可以好好准备礼物，但是不能像你这么准备。你可知道，一个世家拼尽家财才能得到那么小小一颗，可你却整整准备了3大箱。你可是让皇上知道，咱们家富可敌国。对，是娘糊涂了，那就送小小一颗，成吗？举全族之力得此1颗夜明珠，更能显示郑国公府对太后诞辰的重视，仅此1颗便足矣。今日哀家寿诞，主臣同乐，大家不必拘束，都落座吧。谢娘娘。百官贺寿，锦州长史献礼红玛瑙纹花鼓1对，青州刺史献礼老山檀福禄寿1个，太原军郡守献礼翡翠玛瑙手串1对，中书省程大人献黄金寿星手捧仙桃100件1个，礼部尚书沈大人献28宿星君图1幅。沈大人，你不是说这幅画在前些日子丢失了吗？微臣的3子将此画寻回，幸好没有丝毫的破损，这才得以把图完整的呈到太后和皇上面前。母后，你瞧瞧，怎么还有一幅28宿星君图？怎么回事？是谁又送了一幅星君图？署名画师居山仙士。这是什么意思？沈大人送出了一幅星君图，如今画这幅画的居山仙士也送了一幅，所以这2幅画有一幅是假的。怎么会这样？那幅画怎么会回到居山仙士手中？还在太后寿诞上送画。传居山仙士觐见。草民居民义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拜见太后娘娘，祝愿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居山仙士免礼。谢皇上。居山仙士不远而来，哀家感到十分的惊喜。谢太后。听闻太后娘娘从10年前就打听草民的28宿星君图，前些时日还有人从南阳博物馆询问画的价格。草民正要回商朝祭祖，本想成人之美，将此画献给太后60大臣，没想到如此巧合，竟在宫中遇到了几个月前到南阳询问这幅图的人。这位公子，你可记得我？皇上，这幅画草民先前曾在南阳博物馆重金拍下，回到怀州府的海域被圣岛劫匪抢走丢失。所以你是要告诉朕，因为画丢失了，你们沈家又弄了一幅假画欺骗太后？这位公子，你方才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几个月前，我在南洋博物馆拍下此画，带回商朝，后被水盗抢走，下落不明。如今又回到老先生手中，敢问您的星君图是从何人手里得来？你说你从南洋博物馆拍下此画，你倒是把凭据拿出来。三哥，你快拿出票据给皇上看，这样不就洗清嫌疑了吗？你快闭嘴！娘亲，坐下。皇上，诚意确实拿不出票据，但是画确实买回来了。船路过圣岛时，被圣岛匪徒炸毁了，画和票据都丢失了。沈家花重金四处寻找，在太后寿诞前，有人把这个画送到了沈家，谋取了100两银子。微臣也是第一次见星君图，不会辨别真伪。诚意只是个不喜文墨的生意人，哪里知晓会有人以假乱真的。照您这么说，错都是别人的，怪就怪那个送画上门谋取钱财的骗子。你们都是无辜之人，犯了错全推到别人身上，你们不审批真假就送上来吗？这话可骗不了我，最终审批的是你们礼部的人。礼部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辨认真假吗？皇上，沈家星君图今日才加塞进去的，沈大人说已经请了京城最好的画师鉴定过此画。沈大人做事向来稳重，从未出现过差错，礼部便没有再查验此画，是微臣失职，求皇上降罪。沈正一，你身为礼部尚书，你如何解释？皇上，还有什么可解释的？沈大人父子俩为了讨得太后欢心，真是费了好大的心机呀，欺上瞒下，玩忽职守，惹得太后整个受理不得安宁，让太后不快。怎么把太后当猴耍呢？刘贵妃，慎言。沈三公子他拿不出票据，又找不出人为其作证，臣妾若是皇后呀，现在就该夹着尾巴不吭声，省得这多说一句，惹得皇上不开心。你够了，皇上，居山先生亲自问责，你如何处理此事？好好定夺，哀家不想因为此事皇上您落人口实。皇上，微臣，快闭嘴！皇上，佳画一事是曹明欺骗了父亲，曹明根本没有从南阳拍下此画，是曹明嫌价格太高，便找人模仿星君图献给太后娘娘。此事父亲毫不知情，要罚便罚曹明一人吧。陈毅，沈诚意欺君，念太后寿宴不宜见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终章摆下，补发1万两金给居山先师。来人，拖下去，立刻行刑。谢陛下不杀之恩。陈毅，李正一，身为礼部尚书，玩忽职守，乘假画作太后寿礼，罢免尚书一职，留任6品礼部郎中。谢皇上不杀之恩。罚的还是太轻了，不过这才是开始。居山先生，你这幅28星宿图，你可有为他题诗作词？倒是有10几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为这幅图做了诗词，就裱在南洋博物馆内。不知太子殿下能否对这幅画做一首诗词？不知莲儿能否为这部28星宿图题诗作词？孤还没有见过莲儿的才华。太子殿下，臣女臣妇不才，刚才看到那幅28宿星君图时，忽然有些灵感，想试着作诗一首。你又来凑什么热闹啊？你是不是又想抢莲儿的风头？太子殿下，就让大姐姐作诗吧，臣女担心三哥的安危，无心作诗。莲儿只想坐下休息。听闻上京城第一大才女沈大小姐写的一手好字，作诗题词样样精通，更是李仙一的弟子，
今日哀家正想看看你的才华。你的诗，若是能得到居山仙师的认同，并得到太后的赏识，朕重重有赏。那臣女可要好好想想了，得做什么样的诗，既能讨得太后的欢心，又能让居山仙师喜欢，还能获得陛下的赏赐呢？本王记得谢小公爷虽是武将出身，却也是文采出众的才子。父皇，今日是皇祖母的诞辰，又是谢小公爷与沈大小姐的新婚，不如让这对才子佳人共同题诗，喜上加喜。晋王说的没错，谢辞，你的身体可还撑得住？微臣的身体一直被罗太医照料，暂无大碍，可以同内子一起题诗。谢玉锦的身子怎么恢复的这么快？看来罗太医背叛了姑。罗太医不能留，万一把姑交代他的事供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好一句守护苍生映月天，果然是才子佳人，好词好诗，诸臣都过来瞧一瞧。奇秀独坐南天门，刚刚念什么？奇啊！什么？连这都不认识啊？这沈莲如此愚蠢，国师算八字却说沈莲带着凤星命吧？是不是算错了呀？太子殿下，我一时没有看清，不是。姑知道了，没事。赏麒麟送子，哀家祝愿你们早日为郑国公府开枝散叶，好好过日子。借太后娘娘吉言。皇上不好了，宫门口突然出现一群人，撒了一些状纸，为姜氏鸣冤。岂有此理！参见皇上，我江陵要为姜氏满门鸣冤。我父亲守在南疆10年，长兄死在艳阳关，二哥死在白水镇，三哥死在关隘，四哥师承沼泽地，我五哥被敌军分尸。我江陵面对敌人千军万马，身负重伤，都不曾怕，却被奸臣诬陷，投敌叛国，满门覆灭。来人，把江陵给我带下去！求皇上重查重申江府一案，还我姜氏满门男儿清明。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押下去！皇上，外面有好多百姓持姜家状纸，为姜家鸣冤。皇上，温坛学子在街道游行，要求重查重审姜家被屠一案。先把江陵押入大理寺。报，边关急报，陈国强势进军，南疆3城失守。报，北疆燕国大军压境。皇上，姜家历代镇守南疆，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快马加鞭，赶往南疆，收回3城。父皇，万万不可！姜家投敌叛国，把他放回去，那无疑是放虎归山呐！陛下，臣愿为姜陵担保，姜家满门忠烈，绝不会投敌叛国，定是奸臣污蔑。南疆危机唯姜陵能解。国公好算计，北疆失守，需要镇国公驻守。我看是谢家和姜家联起伙来，要造反。臣绝无谋反之意，只想为姜家清明。报，南疆失守，陈国、燕国联合攻犯我国边疆。镇国公，臣在。朕同意你为姜陵担保，可北疆危机，臣愿替父前往北疆。
你的身体。多谢太子请罗太医给微臣诊治，虽然还欠佳，但已无大碍。皇上，臣妇并不愿夫君去北疆，臣妇师从李先意。夫君的身体，臣妇知道，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好。北疆环境艰苦，夫君只怕是有去无回。皇上，我镇国公府就剩这么一个独苗，求皇上开恩，不要派我儿去北疆。娘，我们镇国公府世代从军，保家卫国，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就不要劝孩儿了。好，镇国公府养了一个好儿郎。江林、谢玉锦，臣在，即刻前往边境，收复失地。多谢陛下成全。启禀皇上，臣推算出我朝将有覆灭之灾。什么？不过还有破解之法。快说。臣观沈家二小姐沈莲有凤星命格，只要与太子殿下能在3个月后的5月18日完婚，便可破解。太子已到婚娶之龄，与沈府二小姐沈莲为天定佳偶。今朕决定5月18日在武德宫举行婚礼仪式，册封太子妃。谢皇上。爹爹，娘亲，恭喜妹妹得偿所愿，成为准太子妃。这个是我师父送回来的药方，可以治好妹妹脸上的胎记。算你还有点良心，知道为你妹妹着想。那就多谢大姐姐了，到时候记得来观礼。走。观礼，我当然会去，到时候还给你们一份大礼。太子殿下，天降祥瑞，天降祥瑞啊！太子殿下，就在刚刚，南疆捷报说陈国撤兵了，没多久，东边白云紫霞映日，头洒在整座上京城。国师说这是天降祥瑞，南疆收复失地指日可待。皇上开怀大笑，命工人到宫门外为百姓发喜糖，庆祝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婚礼。姑的选择没有错，沈莲就是姑命定的太子妃。太子殿下，国师说时辰到了，走，去迎接太子妃。娘，我的莲儿果然美貌，虽说你脸上的胎记已经去除，但药还得继续吃，药膜也得随身准备好，以防万一。知道了。夫人，天降祥瑞，南疆战事已停，皇上龙颜大悦，已下旨恢复家主官职。夫人，宫辇到了，二小姐该进宫行大礼了。祭天仪式现在开始。好戏开场。快跑啊！好多雷！快保护皇上！皇上！莲儿，莲儿，滚呀！
里如此丑陋，这怎么能配得上太子妃呀？闭嘴！都给我闭嘴！老娘可是太子妃，你们敢说我戳你们脚足！给我闭嘴！你敢打我？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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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沈家，竟然用一个如此丑陋的女子来侮辱太子！来人，把沈家人都拖入大牢，严刑伺候！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冤枉啊！走，走！皇上饶命啊！国师呢？国师在哪里？皇上，国师逃跑了。这是国师的信。这一切都结束了。姐姐，你放我出去好不好？我不做沈家人了，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不想死。你是跟在居山仙士身边的梳头，你们设计陷害，你们相互包庇。本来就是一家人，何来的包庇？我是燕宁的长兄顾景安，也是神府马棚曾经的养马人何勇。你竟然是沈婉那个贱人的亲哥哥！不许骂我妹妹，爹！沈婉，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当初要不是我把你带进沈家，教导给你养尊处优的好生活，你能有今天吗？我根本就不稀罕，不是你把我从亲生爹娘手里抢走，我们又怎么会骨肉分离？你要干什么？你要干嘛？夫人，母亲。痛吗？这样十指连心。当年你让我的母亲于氏也曾领教，你还记得吗？你娘那个贱人，当年趁我临盆时勾引我男人，你和你娘就是一对大小贱人。分明就是沈正一贪图我娘的美貌，看我爹娘无权无势，试图强了她。你真的以为沈正一对你忠贞不渝吗？你还不知道吧？你也只不过就是个替身，那个人就是给你下毒的人。我没有。二哥，你看，是他吗？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们有何恩怨？婉儿，陈峰是你二哥，求求你了，你饶过你二哥吧。你贵人多忘事，哪里还记得6年前？不，如今也快7年了。当街纵马撞伤我腿，那天我拿着父母好不容易凑的银两，进京赶考，却因为你，我少年失智，无法再入仕途。如今，你体会到我的感受了吗？娘！陈峰，不要啊！对了，皇上已经发现沈皇后是个罪臣之女，还是个外室。沈正一欺君罔上，皇上已经下旨，沈家满门抄斩。你们一家人就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我们走。你看天空，我也如云，是我散落完整的爱意，无法跨过的距离是宿命。谢姐，谢姐。阿锦，我想离开上京城。你想去哪里？我想去横店。横店？演小公爷夫人，她带着前世记忆重生救府的女主。你呢？我就是演男主吧。我也演，我也演啊！我演弟弟。那我演大哥。